当晚哨声响起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意识到，这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的开端，更是一次关于现代体育娱乐化边界的大胆试探，而结果远比比分牌上的数字更令人深思。在这场备受瞩目的苏超揭幕战之夜，常州与南通的对决本该是绿茵场上纯粹力量的碰撞，却因为周深的一抹天籁之音，瞬间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城的文体狂欢。这种前所未有的跨界融合，让人在惊叹之余也不禁陷入沉思。当体育场变成了演唱会现场，我们究竟是在庆祝足球的复兴，还是在亲手消解竞技体育最核心的严肃性？要知道，这场赛事的门票定价仅为10元，这个象征性的数字本意是为了降低门槛，让普通百姓都能走进球场感受氛围，可谓是一片苦心孤诣。然而，现实却上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剧。真正怀揣着对足球热爱多年的死忠球迷，反而被这股突如其来的流量洪流拒之门外。他们手中的抢票软件刷新到崩溃，最终只能望着场内挥舞的荧光棒兴叹。在我看来，这种现象极具讽刺意味。10元钱的票价看似亲民，实则因为明星效应的加持而变得洛阳纸贵，原本属于球迷的圣地，瞬间被粉丝经济所占据。这种错位感让人不禁唏嘘，仿佛我们离真正的足球文化又远了一步，却又离大众娱乐的喧嚣更近了一些。周深的登场无疑是当晚最高光的时刻，他那空灵通透的嗓音在空旷的球场上空回荡，瞬间点燃了数万观众的热情。那一刻，足球似乎成了背景板，音乐才是绝对的主角。不得不承认，周深的现场感染力确实强大，他在巡演期间依然保持着极佳的状态，每一个音符都精准地击中人心的柔软处，让原本可能略显沉闷的业余联赛开幕式变得热血沸腾。但我个人总觉得，这种震撼背后隐藏着一种微妙的失落。当观众的欢呼声是为了歌手的每一个高音，而不是球员的精彩过人时，这片绿茵场的属性是否在悄然发生着改变？这种文体跨界的尝试虽然新鲜，却也让纯粹的运动迷感到了一丝无所适从的尴尬。反观比赛本身，其实并没有太多值得推敲的战术细节，两支队伍都处于起步阶段，球员们的配合略显生疏，场上更多的是凭借本能和个人能力的即兴发挥。毕竟这不是职业联赛，球员们大多有着自己的本职工作，训练时间碎片化，想要他们呈现出高水平的竞技状态，确实强人所难。在我看来，这恰恰是基层足球的真实写照，它不完美，甚至显得有些粗糙，但正是这种粗糙中蕴含着最真实的生命力。然而，当聚光灯全部打在明星身上时，这些默默奔跑的球员反而成了陪衬。这种主次颠倒的局面，真的有利于基层足球的长远发展吗？这是一个值得所有组织者深思的问题。这场赛事最大的看点，其实早已超越了胜负本身，而是这种文体结合的模式究竟能否成为中国基层体育发展的新范式。以往我们看球，追求的是90分钟内的紧张刺激和不确定性，而现在，一边踢球一边听歌的模式，让看球变得像逛庙会一样轻松随意，消解了竞技体育固有的紧张感。有人为此拍手称快，认为这是打破圈层、吸引流量的绝佳手段，能让那些原本不关心足球的人开始关注这项运动。但也有人忧心忡忡，担心这种过度娱乐化会让足球失去原有的硬核味道，变成一场昙花一现的秀。我个人倾向于认为，流量是一把双刃剑，它能带来瞬间的关注，却难以维持长久的热爱。真正的足球文化需要时间的沉淀，而不是靠明星效应来速成。从组织方的角度来看，这种操作背后有着不得不为的现实考量。城市联赛的生存本就艰难，如果没有足够的关注度和商业赞助，很难维持下去。票价便宜，形式轻松，正好符合当下大众追求轻松娱乐的消费口味。如果光靠死板的比赛内容，恐怕连基本的观众席都坐不满，更别提带动周边的消费了。所以，加点娱乐元素进去，既能活跃气氛，又能制造话题，从商业逻辑上讲，确实是何乐而不为的明智之举。但我忍不住想问，这种依靠外部输血带来的繁荣，一旦明星离场，流量退潮，剩下的空荡荡的看台该如何填补？这才是考验主办方智慧的关键时刻，这种方式能不能长久？目前看来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。短期来看，确实热闹非凡，社交媒体上的热搜也证明了这次营销的成功。但如果每次都靠请明星撑场面，那比赛本身的吸引力可能会越来越弱，甚至产生依赖症。一旦没有明星加盟，观众就会流失。特别是对那些真正喜欢足球的人来说，他们更在乎的是技术含量和对抗强度，而不是旁边有没有人在唱歌跳舞。这种核心受众的流失才是致命的隐患。
我觉得任何行业的健康发展都不能本末倒置，娱乐可以是锦上添花，但绝不能成为喧宾夺主的主角，否则最终只会落得一地鸡毛。这些球员也不是什么职业高手，很多人平时都有自己的工作，训练时间也不固定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想让他们一下子拿出高水平表现也不现实。所以现在的比赛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试验品，大家都在摸索怎么把这件事做好。这种摸索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性，也许这次成功会带来更多的模仿者，也许这次争议会让其他赛事主办方望而却步。在我看来，这种试验是必要的，中国足球需要不同的声音和尝试，哪怕走弯路，也比原地踏步要好。关键是要从每次尝试中总结经验，找到最适合本土土壤的发展路径，而不是盲目跟风。当然啦，也不能全盘否定这种尝试，至少这次比赛让更多人知道了苏超的存在，也让一些原本不怎么看球的人开始感兴趣，哪怕只是为了听一首歌而去现场，也算是达到了推广的目的。对于很多孩子来说，也许就是因为这场演唱会般的球赛，他们第一次走进了体育场，第一次触摸到了足球，这颗种子说不定就在未来某天发芽。我个人对此抱有谨慎的乐观，认为只要引导得当，娱乐化可以成为青少年接触体育的入口，但后续必须要有专业的青训和联赛体系来接住这波流量，否则就是浪费了一次宝贵的普及机会。而对于以后的比赛来说，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平衡点，既不能太商业化，也不能太死板，得让大家觉得好玩的，也能感受到足球的魅力。这个平衡点在哪里，可能需要经过无数次的试错才能找到，比如可以规定明星表演的时间段，确保比赛的核心时间不受干扰，或者设立专门的球迷区，保障死忠粉的观赛体验。不然的话，就算请再多明星来助阵，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罢了，无法形成可持续的赛事品牌。我觉得真正的成功不是当晚卖出了多少票，而是第2年、第3年还有多少人愿意自发地走进球场，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。这场比赛的意义可能就在于开了个头，不管后面怎么发展，至少现在这条路算是走出来了，它打破了传统体育赛事的沉闷格局，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。至于能不能走下去，那就得看主办方怎么继续往下折腾了，是继续依赖明星流量，还是回归赛事质量本身，这将决定苏超乃至类似基层联赛的命运。在我看来，这一夜不仅仅是一场比赛，它是一个信号，标志着中国基层体育正在寻求变革。虽然过程中伴随着争议和阵痛，但唯有变革才能带来生机。我们不妨多给一点耐心和时间，静待花开。